前有俄罗斯媒体报道称，俄军已经向乌克兰境内出动了240毫米重型迫击炮和203毫米重型榴弹炮，利用这2款拆罗利器加快巷战的速度。其中240毫米重型自行迫击炮一发炮弹就有130公斤，具备摧毁一栋楼房的威力。而203毫米重型榴弹炮更是著名的冷战怪兽，是世界上威力最大的重炮，可以远距离发射混凝土爆破弹、化学炸弹，甚至战术核炸弹。一发炮弹的威力相当于3枚152毫米的榴弹。对于俄罗斯这次向乌克兰展开的特别军事行动，有分析认为，这是冷战时期苏联大纵深穿插战略在俄军的首次实战应用。请教一下曹先生，俄军具体是如何遂行这一战略的？同样是这种纵深打击的战略，第一个是它的速度非常快，那不仅仅是陆地上的钢铁洪流，还有呢海上方向的打击，还有呢空中的这种打击。因为在军事行动中，这个俄罗斯它是动用了它的空降兵，那空降兵就大大的就打破了前沿和后方的这个距离。首先，这是一个速度，那这体现了什么呢？信息化的打击能力。所以，这就是现代化战争和过去就是这种冷战时期的平台的对抗的巨大的差别。它有一个前提，一定是在信息化的这个装备条件和人员的这种作战能力的保障下，它才能够进行。比如说，你没有那么多的侦察卫星，你没有那么好的通信设施，你没有那么强的信息化的传导能力，你没有这样的平台，你怎么可能使战场全盘这个战局对你自己是透明的，而对方呢是模糊的、看不见的？其实你要说乌克兰没有准备，早就有准备了，它并不是一种毫无准备情况下的这个防御，而是说呢有了准备，但是也挡不住。所以我们看呢，就是这种战略，现在呢仍然在沿用，但是它已经比过去单纯的这种大纵深和这种突然袭击呢，有了一个巨大的进步和提升。据半岛电视台和法新社报道，俄海军是从亚速海和黑海2个方向对乌克兰沿海地区进行了2起攻击。请教一下蓝先生，从这次行动中可以看出俄海军具有怎样的2栖战力？那么乌克兰跟俄罗斯的话，在都是黑海，而且2个国家的海岸线或者是主要港口城市的话，它的距离都非常的近。那么这个时候的话，俄罗斯它对乌克兰进行这个2栖突击的话，应该说是登陆部队或者是登陆舰队的话，它这个航程距离只有是200-300公里，最多不超过400公里。普通的坦克登陆舰、中型的登陆舰、甚至是那个大一点的登陆艇或者是气垫船的话，都可以直接从港口出发，到达地方的港口附近。也就是说的话，它这个是一次摆渡，而不是一种2栖的这个远程力量投送。因为这个时候的话，它可能1天就可以往返。那么一艘登陆艇第1天去把这个部队运过去，第2天它又可以运一次。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它这个等于就是一个摆渡的效率非常